意思啊，来晚了。来，快坐快坐。没想到你也能来。哎呀，我特地订了一间包间。快坐。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男朋友肖瑞，然后这位是易涵，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是易涵的太太，也是我的同事裴悠悠。你们好，我是肖瑞。你好，你好，你好。啊，人在跟你打招呼呢。哦，我是裴悠悠，你好。哎，你好，你好。一定是快递，给我寄邀请卡的，我去接一下啊。他怎么回事啊？那个国际美甲大赛呗，搞得他快神经衰弱了，我也快神经衰弱了。悠悠去参加那个国际美甲大赛了。嗯，那你这老公当的也太大方了。要是我呀，肯定不让叶子去，对吧？什么呀，我就算去了也白搭，估计连海选都过不了。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我听说这个国际美甲大赛的大奖是去法国视觉学院进修3年的。这你们新婚燕尔的，怎么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什么呀？不是吧？怎么就不是了？你们都不知道？我记得悠悠跟我说过，美甲大赛的终极大奖是可以去全世界100多家顶级的美甲店参观学习，而且鸡酒全免。美甲店还100多家，你真当美甲店是博物馆？100多家听着就不靠谱。哎，我知道了，一定是悠悠怕叶子给你通风报信儿，所以连你一块儿骗，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不会吧？要我说，学什么习呀？学习，嫁了这么好的老公，还不抓紧过2人世界？要我说，趁早要个孩子才靠谱。你掐我干嘛呀？这明星也是人呐，也要吃喝拉撒呀。易涵，你说我说对吧？你就不想早点要个孩子？我都行，看悠悠。不好意思啊，哎呀，诈骗电话一上就说什么让我明天早上去一趟他的办公室，这都什么年代的手段了？这些骗子都不与时俱进的吗？你说我是不是根本没有进总决赛啊？其实我的作品很一般吧，就是浪费了那么贵的水砚，心疼死我了。喂，干嘛呢？想什么呢？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偏偏要等这么大的雨的时候出来散步啊？多浪漫呀！你看你平时都没有这样陪我散过步。这样的雨也是不多见。你刚刚说的我都听到了。我跟你说，你的作品很棒，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就算进不了总决赛，但是你内心对自己产生了认可和肯定，再加上你赢得了我的尊重，这有不一样的意义，是很重要的，知不知道？哎呀，可是这也是一个比赛啊，既然参加了，谁不想赢啊？这次比赛奖金是不是特别丰厚啊？我虽然是爱钱，但这次真的不是为了钱。那你那么拼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站在更高、更辽阔的舞台上，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很励志呀？励志励志，但我觉得呀，你即使不这么做，也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一次比赛最后的大奖呢，是可以去全世界28个国家、54个城市、全国106所当地一流的美甲机构进行参观学习。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学艺术也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么走马观花没什么意义，与其这样，不如真的去一个高等学府深造个1-2年。其实我也这样觉得，但是我就怕我去了，你会舍不得我。那你舍得我吗？啊，如果让你在我和美甲事业里面选一个，你选哪个？我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呀？幼稚！选吧选吧，挑一个。哎呀，不选。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子舒让我去一趟剧组找他，我先走了。我送你去吧。不用了，不用了。你别冒冒失失的呀！下那么大雨，你慢点，别跑。我可不想再回答你这些无聊的问题。别跑。
都有宝宝了。啊，易先生，我正要找你呢，你的快递。谢谢。不客气。现在品牌的邀请函都这么敷衍，还搞得神神秘秘。Nail Art Contest， 美甲大赛。听说这个国际美甲大赛啊，是去法国视觉学院进修3年的。就你们新婚燕尔的，怎么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一涵，怎么了？哦，打错了。好，我在开会，先挂了。一涵，这么早就回来了，冉子叔找你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事儿，他有一根指甲断了，让我帮他补一下，别人他又不相信。不过特快，我弄完就回来了。啊，你刚刚蹲那儿干嘛呢？垃圾桶有味儿，我去倒一下垃圾。哦，我来帮你倒吧。没关系。怎么突然这么勤快啊？Welcome to International Nail Art Contest. The first one comes from Russia. The name is Dmitry. The second one comes from Australia. The name is Mia. The third one comes from America. The name is Sarah. Congratulations to these artists, Dmitry, Mia, and Sarah. In addition, great thanks to them for presenting us the most fabulous nail art and the most innovative. 你怎么样？手好点没有？哦，好多了，明天就可以把甲板给拆了。你简直太笨了，洗个澡都能摔成这样。不过最逗的是你们家一涵，居然以为你怀孕了。是啊，就他那个智商，还骗我吃了半个月的叶酸呢，真是难为他了。我想，这应该就是天意吧。就算我真的拿到总决赛的资格，我手都这个样子了，也没有办法比赛啊。行啦，别想了。
你听得懂吗？但我还是想看看世界顶级美甲师都什么样，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们？说了不想，还想。姐，慕名，你怎么来了？子叔让你来的吧？我说了，我没什么事儿。Me to combine my original idea of art deco to create a link between the flat nail art and the 3D gel origami. 你们听到了吗？听到啊，但是听不懂啊。这个主持人说 As compared to last year, among all these entries received, there is one that impressed everyone paramountly and whose writer is from China. 来自于中国。在这一次的总决赛里面，他们本来很期待能看到这位参赛者的出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没有在现场。中国的选手多了，说的也不一定是我。没事，他马上就要展示那个作品了。Let's see her products. 姐，这不就是你画的吗？真的是你！不可能啊！我根本没有接到通知，我没有收到通知。会不会是那边记错了？我要不打电话过去问问？他们是不是按身份证地址寄的呀？是不是寄到老宅去了？有可能。不行，我要回去看看。哎，你怎么来了？你姐呢？不是说今天来探班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今天是国际美甲大赛的总决赛，我们刚刚看了直播，发现姐不光进了决赛，还得到了他们一致好评。然后呢？他人呢？姐说要回老房子那边找一找，怕邀请卡丢在那边了。然后我再怎么打电话也没联系上。悠悠，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以前闯了祸，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一个转身躲进妈妈的怀里，她总是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帮我解决。现在我妈妈不在了，我只是想回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都不行。他们说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没关系，你还有我呢。我给快递公司打电话，他们说确实把我的快递送到物业了。我又去问物业，物业说每层楼的快递都是由楼层管家进行派送的，如果有我的件的话，肯定不会丢的。可我就是没有找到呀。你说如果是我做的不够好，我也就认了。可是现在这算什么呀？没关系啊，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呢。再说了，咱不是非要参加这个美甲比赛不可啊，对不对？难道有那么难吗？不啊，你做到了，
你已经做到了，现在全世界不都看到你的作品了吗？可是这不一样。好，不一样。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老公都会在你身边。那我们先回家好不好？路人他们都着急坏了。我脚麻了。麻了不怕。我去给你放水，你好好泡个澡，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睡一觉。我想用你放在浴室柜子最底下的那一层彩色的御酒泡泡。你喜欢那个，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因为太贵了，用一次就没了，好浪费啊！傻呀你，那都是品牌公关送的，不要钱。真的吗？想怎么用怎么用。你想要哪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星空的。等着。喂，你好，我是8号楼3601的业主，我想查一下上个星期一下午3点到晚上6点之间的楼道监控录像。那个星空真的。悠悠，悠悠，啊，看到了，这个楼层管家，他手里的信封应该就是我丢的东西，你帮我重播一下。喂，老公。哦，我没事儿，我刚刚着急忘跟你说了，我现在在监控室呢。之前那个快递不是说他把我的东西交给楼层管家了吗？然后打他电话又打不通，我就想过来看看，要不然你也过来。悠悠。悠悠，我要洗澡。哦，刚刚水凉了，我去给你放。不用。悠悠啊，悠悠，你先出来好不好啊？悠悠，悠悠，我知道错了，悠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先出来吧，好不好？悠悠，我们聊聊吧，啊，悠悠，好，聊聊。啊。
你说，为什么？因为你跟我说过，那个邀请卡是由各个国家分赛去组委会代为寄出的。我潜意识里认为那个邀请卡应该是中文的，当我看到里面全是英文以后，我以为是我以前看秀的品牌发过来的邀请函，我就准备扔了。可那个卡太大，垃圾桶装不进去，我就什么也没多想，把它给撕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把它全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发现是你的那个邀请卡，我就想把它粘起来，发现怎么也粘不好。然后，所以你就自作主张的瞒着我，把它给扔了，然后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是吗？我是想和你坦白的，但你后来不是摔骨裂了吗？我想，你反正也去不了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的就好像是一场意外，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私心吗？我承认我是有私心的，我当时以为你怀孕了，如果你拿奖的话，要去法国进修3年。我坦白讲，我不想让你去。什么去法国进修3年？你那个美甲大赛的1等奖，不就是去法国进修3年吗？1等奖是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是你撒谎，你怕我不让你去。到底是谁跟你说的这些啊？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好，我们不说这些，我就问你一句：那个邀请卡你到底是不小心撕掉的，还是故意撕掉的？我说了是我不小心撕的，你不相信我吗？难道你就相信我了吗？你以为我怀孕了，你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呀？你以为我去法国读书3年，你为什么不跟我求证呀？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重要，可是你为什么瞒着我不跟我说呀？还是说，就算你知道我会难过，我会生气，你也不在乎，因为你笃定了我会原谅你？不是这样的，悠悠，真的，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愿意认错。你想要怎么补偿，我都可以补偿你。全世界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我不拍戏了，我都陪着你。你让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我哪里都不要了，我什么也不要了，一涵，你永远都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你去哪儿啊？我暂时不想看到你。这房子别急着还，别说男朋友了，就算结了婚都一样。小两口吵架，总有个地方去吧。你看，你搬走以后，我一直空着这房子，真是缘分呐。吴阿姨，我想今天晚上就住进来。这么急啊？这房子有一阵没人住了，连床都没有。没关系。那好，我们都是熟人了，我也不给你涨价。房租还是1个月3000，付3押1，
你现在付钱，我给你写张收条，等天亮了，我们把合同补上。行。不好了啊！这是收条，拿着啊。吴阿姨慢走。这个是本店独有的国风美甲，它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一笔一笔像工笔画一样画在你的手指甲上的，非常适合约会，还有见家长。但如果上班的话，会不会太花哨了？如果是日常通勤的话，我建议您使用这一款产品。这一款产品呢，它非常健康，而且没有任何的刺鼻气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维持挺长时间的。如果搭配我们的底油亮油的话，可以维持至少1个星期以上。您可以看一下，而且它非常方便卸甲，轻轻一撕就可以卸掉了，不会伤害到您的指甲。我一般都会在家里多备几瓶不同的颜色，以便切换风格。这么好，有色板吗？我挑挑颜色。当然有了，我去给您拿。对不起。您稍等一下。喂，怎么样？看着一点事儿都没有。这2天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我觉得他8成已经知道我是一卧底，肯定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什么异样。那他这2天，换衣服了没有啊？换了吧？换了吗？我没太注意。有人去找过他吗？这倒没有。好吧，谢了。哎，你们2个又吵架了吗？没事吧？没事。一涵，你这个混蛋，敢欺负我姐！大混蛋啊！欺负我姐，踹死你！欺负我姐！陆明，耗子，你让开！陆明，你打我吧，只要你帮我把你姐追回来，我怎么样都行。一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姐！爸爸，我……陆明，怎么了？没什么。大概就这些，回去准备一下。好。我姐这2天怎么样了？给她打电话都不会接，我都快担心死了。本来想着今天早收工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她。他这2天没住家里。那她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她离家出走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没有，我打电话去过美甲店，他还是正常上班，而且状态很好。但去不成比赛也不是你的错，他干嘛不回家？是我的错。那封邀请函寄到家里，是我拿到的，但我没给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但是陆明，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害过你姐。我相信你也没用，重要的是我姐的看法。
喂，子舒。啊，接了，我就跟你说，我跟你姐是好闺蜜吧。喂，悠悠。喂，姐，是我。悠悠，你这几天都住在这儿啊？对，我以前一直住在这儿，住的挺习惯的。姐，你还好吗？我也不知道，说不好吧，其实也没有太大事儿；说好吧，也确实不太好。这一涵真的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其实我能理解他，换位思考的话，换作是我，知道他不声不响不打招呼去法国走3年，我也不能接受。但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要去法国啊，他宁愿相信别人，也不愿意相信你。悠悠，一涵这件事做的的确不对，但说到底，美甲比赛已经结束了，你再怎么生气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对不对？但是你跟一涵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啊，你该打该罚，你消气了之后，你就别再太怪他了。所以，你们也觉得我太小题大做，太作了是吗？不，姐，我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子舒，你打从一出生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一涵也是一样，一路顺风顺水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所以不管你们再怎么设身处地，再怎么换位思考，都不会懂我的处境，更不会懂我所身处的这个行业遭受的异样眼光。其实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那些美甲师就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他们被人尊重，被人追捧。我就想我也要那样，尤其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画，太清楚中国的美学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么特别的位置了。凭什么在亚洲，只要一提起美甲，引领风潮的永远是别的国家呢？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在这件事情里面找到乐趣，也看到了希望。我意识到，在哪里画画，永远不是决定艺术高低贵贱的标准，这也成了我追求梦想的另外一条路。直到一涵也认可了我常常想成为他的妻子，被更多的人关注和认可。对我而言，就像是梦想成真。可讽刺的是，也是他亲手打碎了我的梦。悠悠，你们早晚要互相面对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结婚这些日子以来，拼命磨合，彼此迁就，但也挺累的。我们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景，但又被现实狠狠打脸。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不管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在一起吧。就像那首歌里写的一样，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们都努力过。悠悠，根本没有这么绝对的。我们结婚本来就结得太草率了。其实仔细想想，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是因为婚姻不重要吗？恰恰相反，是因为婚姻太重要了。其实我觉得悠悠的这种想法有点极端，他说的那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存在，但是我还是觉得事在人为，还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其实啊，我能懂我姐的看法，毕竟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我自己的压力。你不要有压力，你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从我们家净身出户，我可以变成一个
贫苦的邻家女孩。你是不是傻？要是要说改变的话，也应该是我变得更好才对吧？大概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吧？她会那么努力变得更好，肯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姐夫。可是叶涵，她真的需要吗？你需不需要是你的事，我努不努力是我的事。自说，我会努力的，我们一起努力。净身出户不用努力，我跟我爸吵一架就行了。今后啊，或许我们也会遇到姐姐姐夫这样的问题，但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努力克服，也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和好如初，顺利度过。谁呀？一大清早的。来了。易太太，这是什么呀？哎，谁让你们进来的？这什么呀？裴小姐吧，这些都是你先生订的，特意嘱咐我们，您上午10点上班，所以一大早给您送过来。我先生。对啊，您看看单子，这下单的人是易先生，上面有地址跟电话，核对一下，没错吧？我拒收。停！你们给我停下来，全给我搬走！别呀，姑娘，你这房子老房子了，都电梯都没有，我们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你这一拒收，我们还得原样搬回去。哎呀，这折腾一趟1天都没了，我们回去怎么交代啊？可是我一会儿还要上班，你们这应该1、2小时弄不完吧？没事儿，你们家先生说了，你呀只管去上班，只要把门打开就行。我们呀在里面给你装，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装好呢把门带上。您呢晚上回来稍微打扫一下就好了。又是这样，一声不吭就给我安排好了。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算了，反正只要你想知道，总有1万种方法。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想着你着急忙慌的搬进去，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我想天气这么热，总得有个冰箱吧。你睡觉总得有张床吧？我知道你现在生我的气，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原谅我。我明白，啊，你什么时候气消了，什么时候我再去接你。你气消前就自己在那儿先好好住着。还有啊，这个生气归生气，没有必要难为自己，啊，好好过日子，要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的都对，遗憾，谢谢你。啊？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你说的都对，我确实需要一张床。这些天睡沙发，我没有一天能睡好的。但在这些睡不着的夜晚，我想了很多。或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与其这样彼此消耗，不如就好聚好散。当然了，为了不给你造成负面影响，这件事可以暂时不公之于众。需
对了，耗子一会儿不是会来给我送衣服吗？我会把离婚协议打好签字，连同你给我买的家具一起寄给你。你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字签了吧。你是不是疯了呀？你要跟我离婚？你真要跟我离婚啊，裴悠悠？我做错什么了呀？我给你买个家具也错了。那好，我现在立马打电话让那些人都走，行了吧？你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我现在快疯了，听什么听啊？就那个破比赛就比我还重要吗？昨天在跟陆明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比如我渴望被肯定，比如我渴望站在更大的舞台，再比如我渴望代表中国美学站在世界的面前。但是说实话，我没有私心吗？我当然有了，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我这么多年小心翼翼、好不容易藏起来的自卑，就在我爱上你的那一刻全都跑出来了。你那么明亮，那么耀眼，即便我们生活中总是吵吵闹闹的，但只要一看到你，我就会忍不住想，如果我可以更好就好了。好到我足够有资格站在你面前，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配得上你的女人。但是，我们真的合适吗？我们真的是可以牵手走一辈子的人吗？这些日子，我们没有努力过，可结果呢？是不是总是南辕北辙？算了。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做朋友。别，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你现在就站在那里，别动，我来接你，我们当面聊。一涵，我真的很累，你不累吗？我不想说我们走到一起是一个错误，我希望我们可以记住这段美好的回忆，然后就真的放过彼此吧。裴悠悠，裴悠悠，什么裴悠悠啊？哦，你说小姑娘啊，走了。悠悠呢？悠悠请假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悠悠，结果。哥，现场都等着呢，咱还是回去吧。
老师，杨老师，眼睛往上抬一下。韩哥，这是悠悠姐给你的。你帮我放回家里，我回去再看。好的。你干什么？他现在这个样子你也看到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这个世界上呢也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你现在与其去安慰他，还不如让他自己待一会儿。也是啊。为我用爱。
早啊，一涵。别急着走啊，不想看看我们辛苦了一整晚的劳动成果吗？你到底想干嘛？如果把手机砸了，能让你心情好一点，就尽管砸，没关系，反正我早就备份过了。我想干嘛，你不知道吗？我当然是想要你生不如死。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是说多看我一眼就觉得我恶心吗？你不怕我报警吗？报警？那正好，都省得我发微博了。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你不一样。随便。别急着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也不是第一次算计你了？之前没有成功，这次一样也不会得逞。没关系，咱们走着瞧。老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很快你就会发现，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意义。你在哪儿？你怎么回事儿？啊，一次两次被人算计，你入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长脑子吗？你难道真的以为我可以手眼通天，什么烂摊子都能帮你收拾是吗？所以呢？我刚刚给几家关系好的媒体都打了电话，他们说暂时还没有收到风声，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到时候怎么处理看你。最省事儿的方法就是干脆说照片是电脑合成的。如果你不想这么办的话，我们也可以依靠程序，依法对孙青青提起诉讼。就是取证会麻烦一点，时间也会久一些，没关系，我们就跟他耗。哦。这什么？离婚？你要跟悠悠离婚？到底为什么？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啊？他提的。不可能，悠悠那么爱你，他怎么可能跟你提离婚呢？该不会是照片的事情吧？你是不是真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了？你有病啊！那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肯定是你的错。他说谁都没有错，只是不合适。
他不会真的跟我离婚吧？我去酒吧，也只是想大醉一场。我希望等我醒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切只是一场梦。喂，大伟。姐，不好了，照片被爆出来了。哪家媒体报的？事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得到爆料，直接是一个叫高朗说的公众号爆料出来的。高朗？对，我了解了一下他，1个多月前就从原先的就职网站离职了，现在自己干。我看了一下，他在今天早上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你有高朗的联系方式吗？有，我打过电话了，关机了。立刻联系我们合作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公关公司。15分钟后电话会议。好。喂，哎，赵总，那照片当然是假的了，您怎么能相信这些呢？对，我们会尽快处理的，您放心。可真是个渣男，还真没有想到，这种照片被爆出来，你这么这样不好啊！现在要反转黑了，这不是一涵老婆吗？真是啊，就是吧，就是他老婆。姑娘，没事儿啊，男人啊都没一个好东西，你别太放在心上啊。你什么意思啊？喂，坎迪姐。喂，悠悠，你知道易涵在哪儿吗？我不知道啊，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去找过你？没有，就算他来找我，我也不会见他的。悠悠，你是不是没上网？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易涵已经出事儿了？出事儿？